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伊拉克男子揭露俄军招募谎言，五角大楼宣布导入 Grok 人工智能，美军开启 AI 战争时代。俄罗斯针对欧洲企业的资产清算行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。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，普京已正式签署总统令，查封丹麦保温材料巨头洛克乌尔以及波兰裔美国包装生产商 Compaq 在俄的全部资产，并将其经营权强行移交给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本土公司。洛克乌尔作为全球最大的矿物棉生产商，其2家核心子公司的股权已被全数剥离，移交给了一家名为建筑资产发展的神秘实体。而 Compaq 这家占据俄罗斯饮料罐市场 30% 份额的包装巨头，其位于莫斯科与罗斯托夫的工厂也已被俄罗斯本土企业全面接管。据彭博社报道，消息传出后，洛克乌尔在哥本哈根的股价应声暴跌 10%， 创下去年8月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。此前，这些跨国公司曾试图留守俄罗斯以保护资产，辩称撤资意味着将业务拱手让给克里姆林宫。然而，残酷的现实证明，在莫斯科当前的战略逻辑下，留在境内的欧洲资本最终都难逃成为俄罗斯战利品的命运。除了经济掠夺，俄军在前线还在进行士兵掠夺。一名叫瓦达·哈利德·卡里姆的伊拉克公民在哈尔科夫前线被乌克兰军队俘虏后，向外界揭露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：俄罗斯正通过虚假承诺和暴力威逼，强迫中东及非洲移民成为前线推进的炮灰。根据瓦达的口述，他原本是一名鱼贩，却被迫签署一份完全看不懂的俄语军事合同。随后与一群外国人被派往工业管道，执行一项长达26小时的穿越任务。这种战术被称为废弃管道渗透，旨在避开乌克兰的表面防御阵地。瓦达回忆，由于听不懂俄语指令，他在管道内遭到了督战队的殴打，甚至在枪口下被赶出地道，在严寒中自生自灭，直到被乌方俘虏。这一事件的背后是俄军惊人的人员损耗。据调查统计，截止1月13日，俄军战损已累计超过122.950人。这种高压下的外籍炮灰策略，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在维持战争动员方面的极端困境。而当俄罗斯还在用地道和人力填平战壕时，五角大楼却已经开始通过人工智能完成战场打击模式的技术升级。AI 加战争有没有搞头？美军或许将给出答案。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发表演说称，马克思旗下的 AI 聊天机器人 Grok 将正式进驻五角大楼的机密与非机密网络。赫克塞斯明确表示，美军将开启一项前所未有的数据导入计划，将五角大楼横跨20年经实战验证的庞大情报与作战数据全部喂给 AI 模型。与拜登政府审慎强调监管的 AI 架构不同，特朗普政府下的五角大楼显得更追求实用性。赫克塞斯认为 AI 的战场表现应当是冷酷且高效的，这种不受限制的 AI 部署将极大缩短从目标识别到精确打击的时间窗口，将美军20年反恐战争积攒的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战场上的实时决策优势，而这也将让美军的战斗力提升到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。好了，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后续局势演化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